我07年去武汉念大学之后就离开了南昌，11年毕业之后又因为工作学习的原因漂泊过几个包括国外的大城市了。所以2020年从最后一站成都回到南昌之后的落差感是蛮大的。回来之后我整个人非常 emo 啊，觉得没什么新鲜事物能够刺激我的情绪。一想到大城市的那种绚烂就和我没关系了，整个人就非常荡。到现在4年了。我觉得我没有那么难受了。我经历了一个说的好听点叫自洽，说的难听点叫认命的过程。所以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因为生活中一些很小的事情，促成了这种心态的转变。首先我能回来是因为我的工作在哪其实没差。我知道很多在大城市工作的朋友回到小城市就业都挺难的，可能会转行或者考公考编之类的，大概率还要降薪。而我不存在这个问题，并且回来了生活成本还相对低一些了，因为房价便宜嘛，可以说是挺轻松的。回来之后我也在陆陆续续的整理一些我生活上的质感，比如这个灯泡我前后2年就换了4次，因为我总觉得光线不舒服，要么太暗，要么有屏闪，要么搞得太暖，让人很昏沉。就差不多在上个月我才找到一个我自己满意的光线，折腾好。还有这面吸音墙啦，我前后也换了2版上一版还堆在这儿呢。包括再重新把老房子拿出来翻修一下，其实非要说这些事情很麻烦吧，也不至于，因为都可以找师傅上门帮你做嘛。但至少是我在一个快节奏的大城市里面，就是没有闲工夫去折腾这些基本都是凑合就行。因为凑合，所以我以前的生活的质感其实很差。回来之后，确实这边的生活节奏相对会慢一些，所以我觉得我是有被这种慢的节奏所影响的，于是才开始有心力去折腾这些东西。然后就在这个折腾的过程中，我逐渐的有了一种确信感。真的，经常我就看着这面吸音墙，然后边看边觉得心里美滋滋，是不是有点嘚儿？总之，我在一点一点布置这些细节东西的时候内心还觉得挺充实、挺滋养的。我知道这些事情可能听起来很小，但就是这些小的事情给了我一些小的确信。当然，也不光是说房子问题了，也包括家人嘛。我觉得这点一直是我很幸运的地方。我有一个不错的原生家庭，我父母对我很好。比如说我以前每周都会去医院开一些睡眠类的药开车挂号排队付钱拿药再开车回来，这些事情其实没有任何难点，但是很磨人。这样一个流程走完我心理上会特别疲惫，我这一天可能就没有精力做其他事情了。你们看一眼这是我妈每周固定去医院帮我囤的药他们会自动的增加，然后出现在这里。包括有一次是真的一颗药都没有了，凌晨2点我特别难受，也不可能有医院可以在那个时候来帮你开药吧。然后我真的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打电话给我妈，他们竟然预料到了这种情况，就在他们那个房子里面帮我备了一盒。我真的哭死了。可能是我生活上的自主能力确实不高吧，但正因为是这样，在我生活中很多顾及不到的细节有人能帮你一把，家人能够帮我注意到这些，并且还帮你做得很好，这种全自动化被动发生的感觉给我蛮多安全感的。而且我觉得这种支持的深度是朋友很难替代的，是真的亲人之间才能做到的。当然像前几天中秋节也有一个可以团聚的地方，吃一吃家常菜，饭都是一顿饭但是回家的那种温暖感，我觉得也只有回家才能获得。我反过来也会带他们去一去新开的餐厅看看年轻人都在吃啥，帮他们添置一些生活的用品，他们也很开心。这种独属于家庭之间的温情和支持，我觉得也是让我逐渐自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然后就是社交这块，倒不是说现在我是本地人，所以交朋友更方便了，或者我在外地就会遭到地域歧视之类的，而是之前在外地的时候，总会因为外地人的身份或多或少触发一种微妙的区隔感。比如我记得在武汉的时候，有一个当地的男性朋友是真的对我很好，生活上处处都会多照顾我一些，像是过什么节他会说我妈做了饭，来我家吃个便饭我要说别人是真的100%的好心，希望你别那么孤单，有这样的朋友我觉得很幸运。但他同时也在不可避免的提示我一件事情，就是
我是外地人，因为是外地人，所以我才可以得到更多的照顾。就从利益的角度看，这件事肯定是只有好处没坏处的啊。我只是说我个人不是很在意这种利益上的好处。如果可以，我希望少得到一些照顾，也少一些区隔感，这样我会更自在一些。而在家乡啊，因为不存在外地人的身份，所以这种区隔感确实也没有被触发过。我强调一下啊，不是地域歧视的问题，只是一种微妙的区隔感。这个因素会让我在这个地方待得更舒服一点。这可能就是家乡和他乡的区别吧。手工菜，请您耐心等待。这是你一个真实的小菜。好，谢谢。鲜龙狗，在这边放。那除了这种熟人的社交以外啊，我觉得在这边还有另外一层社交的感受，就是人和人之间啊，似乎更热络一点。就像住在同一栋楼里面的一个保洁阿姨，之前我爸妈住这的时候，他们是邻居。我回来之后呢，她也总和我主动的搭话，经常问：“哎，你又回来啦？什么时候结婚啊？你爸妈最近怎么样啊？”其实讲真，一开始我是有点烦的，总是躲着。但后来因为有一次我凌晨回来，没有带单元的门禁卡进不来，于是就在业主群里面问，结果这个阿姨呢可能半夜撒尿吧，看到了信息，专门爬起来穿好衣服下楼给我开门。换位思考，我不一定能做到这个程度，我肯定会想啊，有什么事你找物业呀。但可能就是这种想法上的差别，造成了人际之间的疏远嘛。这种邻里间或者亲戚之间的互动，可能看起来有一些俗气啊，但这次事情确实让我触摸到了一种热情的善意。那我后来就琢磨这件事啊，我觉得大概是因为城市小，所以社交圈小，小的社交圈就容易促成这种热络的人际关系。其实想想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对吧？比如家门口的便利店，付钱的时候和老板哈拉几句，老板会记得你经常买什么啊，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啊。再就是在社交的时候，人会更真诚一些，更用一种长远的眼光去交朋友。因为我知道社交圈小嘛，大家总是会再碰到的，所以比较纳什均衡的状态，就是说我对别人好，别人也对我好，我不会对别人不好，因为别人也可能对我不好。而我之前在外地漂的时候，其实面对一些人一些事，本能的就更容易选择短期主义的方式，浅尝辄止，萍水相逢。而当我知道我会在某一个地方长期生活，于是我会更愿意选择长期主义的方式来对待接触到的人和事，那么自然的长期主义的生活和人际也会主动找到我。其实上面一共讲了5点啊，他们都是在我回到南昌之后这好几年的时间里面慢慢感受到的一些小确幸。其实单拿他们任何一点出来说都不痛不痒的，但是当他们组合起来的时候，在经历一个复杂的发酵的过程，小确幸就变成了一种更大的确幸，也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我对于这座城市本身的抵触。其实到现在为止，我没有讨论过大城市好还是小城市好的问题。大城市那种绚烂的魅力是小城市永远都无法取代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其实我觉得这种自洽或者认命的过程，它就是两股内心力量博弈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明白了一个简单又深刻的道理，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然除非你生来就在罗马啦。而且人生没有完美的答案，就每一种的选择都有它的好与坏，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觉得我幸运的地方是我体会过了，也因为体会过，所以才有了一个比较可靠的对比啊。那最后这个对比的结果对我来说是不容易动摇的，所以我可以说我在这件事情上是做到了真正的自洽。好，以上就是我的个人经历的一个分享啊，没有什么理论的东西。如果你想要一些理论性的指导意见啊，北辰青年的创始人宋超将在本月的23日起发起一场斯坦福大学人生设计课的读书会，想邀请1万个人一起用设计人生的思维和工具啊，去探索一下我们怎么才能更好的过好这一生。我提前了解了一下，确实是有用的，是有操作性的，所以我也很期待。所以在这里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你有关于人生设计之类的问题啊，比如不知道应该回到家乡还是继续在大城市奋斗，或者类似于职业规划的事情，相信都会在这场读书会上获得一些灵感。我也会去看的。拜拜。